董事长，我们本月主要业务收入实现营收超145亿，同比增长超20%。董事长，有您外孙女的消息了，就在您的老家京都，立刻赶往京都。可是那会怎么办？老头子，我在世界上就这一位亲人了，还有谁比他更重要啊？干杯！哎，干杯！不是给你的，我干了啊，是给他的。但是你会心疼人。我和安明轩就要结婚了，我该怎么告诉他我不是聋哑人？君哥，累了吗？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很重要。明轩，看样子你搞纯爱呀、不过，你真的打算和一个聋哑人结婚啊？清真很好，这5年来，我崩溃了无数次。他在我身边陪伴我，支持我，我很感激他，也很爱他。可是，他是先天性聋哑，治不好的那种。安明轩，金圈世家的骄子，偏偏遭遇车祸成了聋哑人。为了让他好好活着，我告诉他，我可是先天性聋哑，没法医治，你没我惨。跟他在一起交流就必须打手语，这让我时时刻刻都向你走近。说真的，还挺难受的。他是先天性聋哑，还挺难受。虽然我现在已经恢复好了，但是安家在圈子里，毕竟还是有头有脸的人。要是让人知道我娶了个聋哑人老婆，商场里那些老狐狸，指不定要怎么笑我。所以你并不打算娶她？我会娶她，她陪了我整整5年。没想到5年陪伴，居然成了他最重的负担。我累了。这次聚会来的都是我的朋友，你突然跑掉，真的让我很为难。算了，你冷静冷静，我忙完再来找你。刚刚找了很久都找不到你，我以为你不要我了。清晨，后天有个晚会，你陪我一起去呗。明轩，你听说了吗？南城首富谢老爷子回京都了，好像是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外孙女儿。这谢老爷子就这一个亲人，怕是日后谢家万贯的财产都是谢家大小姐的。唉，真让人羡慕。听我妈说，她还想撮合我们2个，好让我攀上谢家这棵大树。妍妍，我到了。好一对金童玉女。你怎么来了？安总，我听说你的未婚妻好像是个哑巴呀。哦，和你之前一样是个聋哑人。你不给他打手语，他怎么能知道你说的什么话呀？前天你好端端的突然闹脾气，居然一声不吭跑来了这里，你知不知道这样做让我很下不来台呀？嗨，清晨，又见面了。上次你怎么突然离开了？我们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啊，我不会打手语，
不懂我说的话吧？也怪我，我明知道清晨听不懂，还没有提前向你学。没事，听不听得懂都没关系。明轩，我们去跳舞吧。刚刚的舞才只跳了一半呢。刚才我过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在议论清晨，他们说清晨听也听不懂，怎么跳舞啊？我知道你不喜欢跳，你现在得好好休息，别乱跑。明轩，我们过去玩吧。我不喜欢这个，和他们沟通不来，太吵。可明明不喜欢热闹的是你。韩明轩，你说过的话，你都忘了？哟，你在这儿呢。你想知道明轩是会救你，还是救我吗？救命啊！救命啊！清晨，清晨别怕，我来了。清晨，你没事吧？明轩他很在乎我。这就是安明轩未婚妻啊！据说啊是先天性聋哑，还是个孤女。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和安明轩相互扶持5年，现在也算是苦尽甘来了。你懂的，这叫投资投得好，没想到还将他给赌对了。不过他是个残疾人，安明轩带出去怕丢脸呀。我跟你说，安明轩自己都当过警官残疾人，他肯定不怕丢脸呀。安明轩，爱着这样的人，会让你谈不起甜吗？你这几天到底是怎么了？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承受多少白眼和压力？你这几天到底是怎么了？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承受多少白眼和压力？我真累了。要是你不是天生聋哑，不是孤女，该多好！怎么了，丽？你怎么哭了？我这就过来。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公司突然出了点状况，早点休息。要是我真的听不见就好了。我走了，找一个和你相配的人，好好爱，祝你幸福。
京城。外公，你不是先天性聋哑人吗？我不是。我的好外孙女儿啊，你真是受委屈了呀！外公这就接你回家了啊！走，回家。妈妈，是啊，清晨，谢家作为南城第一集，还是无双，唯独缺乏是家里的亲情。幸好我找到了你啊，从此你就是我谢振廷心中的心肝宝贝儿啊。妈妈，我回来了。哎呀，清晨丫头，早啊，咱们家呀新盘下来了一个商圈，喏，拿着，约上朋友去里边挑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把自己好好的捯饬捯饬。谢谢外公。那我先去了。好好好，去吧。你就跟着大小姐，顺便看一下这个新商场的情况。有什么特殊情况，你随时向我汇报。是。装聋作哑好累啊，不如趁今天和妍妍坦白。妍妍，我在这等你啊。温清晨，他还真是阴魂不散。我的表呢？我的表怎么突然不见了？女士，你别急，我帮你找找。等一下，我想起来了，刚才就是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的表就不见了。温清晨，怎么是你啊？这个佳丽又想干什么？清晨，我求你了，你把那块表还给我好不好？那是奶奶在世时留给我的生日礼物，是我唯一的念想。我求你了，你还给我吧。丽丽，怎么了？清晨，你怎么？明轩，你赶紧劝劝清晨吧。我知道他天生聋哑，赚钱辛苦，可是他也不能偷奶奶送给我的表啊。怎么回事？丽丽说的是真的吗？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丽丽，这件事情肯定有什么误会。清晨他不是这样的人。明轩，我也不是说这块表就是他偷的，只是那个表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刚才店里只有我们2个人，我怀疑他有错吗？刚刚确实除了这2位小姐，店里没有其他顾客。清晨，算我求你了，你把表还给我好不好？我求你了，你把表还给我！天哪，这不就是我们商场大老板才有资格持有的黑金卡？小姐，难道你是？清晨，你天生聋哑，找不到体面的工作，这张黑卡难道是你偷来的？原来是个惯犯，我看8成就是这个女的偷了这位女士的表。丽丽，我替清晨向你道歉，这个东西需要多少钱，我补给你。
咱们私下解决，可以吗？所以，安明轩是已经认定了我是小偷。明轩，你觉得我缺的是那点赔偿吗？我要的是奶奶给我的那块表。如果不及时找到的话，万一赃物被他转移了怎么办？清晨，你要不把东西交出来好不好？我没有拿他的表，你让我交什么？我们5年的感情，你对我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好，既然你说你没有拿，那我们就检查一下。凭什么？我说了没有就是没有，有本事你们就监控。不好意思，女士，由于您的黑金卡来历不明，要不你还是让我们搜一下吧。今天老板的总助要过来视察，你不配合的话，我们没法交代啊。对啊，清晨，如果你真的没有偷的话，为什么不愿意配合我们检查呢？对呀，身正不怕影子斜，没有偷就让人检查呗。连查都不敢让查，我看呀，他就是心虚了。清晨，不要把事情闹大了。你要是觉得人多不好意思，我们去试衣间。不必了。安明轩，我能证明我的清白了吗？该不会是在里面吧？丽丽，够了！明轩，你为什么要凶我啊？我只是想拿回我奶奶的遗物，我有错吗？这姑娘说的对，我看好多女小偷都往胸口藏。清晨，要不我来帮你吧？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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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不许动！让开！对不起，我回来了。吴特助，您来了。你们店真是热闹。各位，这个监控视频记录了今天这场闹剧。这位女士离他还很远，哪来的盗窃一说？可她的黑金卡，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冤枉我们尊贵的顾客，你被开除了。原来是我搞错了，清晨，对不起啊，都是我太着急了。清晨，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你不用解释，我们已经分手了。这是个游戏，我没有钱。清晨，我怎么可能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儿？清晨，如果我知道你会生气的话，那我肯定不会玩这个游戏的。你在这儿茶言茶语什么的？都知道人家有女朋友，还巴巴的往前凑，还在这儿装无辜。你家是卖茶叶的吗？把你养得这么差。走。什么分手？我不同意。我累了，放过我吧。希望你能找到配得上我的妻子。要是你不是天生我养，不是孤女，该有多好！清晨，我没有背叛过你，我说过会娶你，就不会食言。人呢，一辈子总会瞎几次眼睛。像我这种久经情场的老手，也栽了好几次跟头呢。
清晨，来，快坐。你们开始吧。好的，现在为我们带来的4套礼服分别是金色星光鱼尾礼服、粉色高定礼服、简约白色衬衣连衣裙和 vintage 的高定深 V 黑裙。挑一件自己最喜欢的，全部都买下。不用了，太多了。这就算得了什么呀？你们继续。现在为我们展示的是今年的热门款灰姑娘水晶鞋、GL 高定水晶鞋，各自的2种色号。就那双吧。好。黑金12条、紫水晶项链都是来自于 FD 的珍藏级古董。你们把这些都给我的宝贝孙女换上。明天外公的寿宴上，我要让全城的人都看到我的宝贝孙女有多么的漂亮。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男人有的是啊！安明轩，这就是你期待的豪门太子模样吗？清晨，我就知道你舍不得离开我。啊？怎么是你？明轩，你怎么回事？这么狼狈？明天就是南城星月集团谢董事家的寿宴，你和我一起出席，争取拿下星月的合作。妈，如果我拿下这个合作，那请您同意我跟清晨。那个哑女只会拖安家的后腿，如果你能证明安家不受她的影响，可以聊聊。好。明轩，这可是南城星月集团谢董事长的寿宴，我好不容易弄到邀请函，一定要趁这个机会给谢老留下个好的印象。明轩，丽丽，你也来了？今天是谢老爷子的寿宴，谁不想长长见识？就是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理我。不管怎样，好好努力吧。怀公，你可答应我了，等我数到1再睁眼。哎呀，小调皮，我还得去招待宾客呢。哎，外公，时间快到了，5、4、3、2、1，外公快看！外公，生日快乐！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老头子，我活了这么大年龄，还是第一次有人。清晨，谢谢你啊！外公，说什么呢？应该是我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多年来没有放弃找我。这是我陪你过的第1个生日，以后还会有很多个。哇，好漂亮的烟花！明轩，你快看，这场烟花秀至少得100万起吧？谢家真是财大气粗啊！这算什么？谢家那么多产业，每年能创造不少财富，少说也得上百亿吧。到时候谢家是白叫的。对了，听说谢董事长前几天找回来一个外孙女，长得比明星还漂亮，而且还是单身呢。今天也会来哦。那我可要抓住机会了，这要是娶到了，简直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儿子，待会儿你见到了谢大小姐，一定要保护我，万一她要看上你，那还愁什么合作？妈，你是不是忘了我们之间的交易了？我有清晨就够了。真不知道那个哑女有什么好的，让你念念不忘。明轩，阿姨说的也是，我们现在确实需要和谢大小姐搞好关系。不管怎样，先把温清晨赶走再说。快
快看，谢董事长和谢大小姐出来了。咦，这不是谢董事长他们？不过那个女人是，她好美呀！京都还有这等美人，之前都没有见过。那大家闺秀气质绝了，有一个女的都爱。清楚。原来是这个哑巴，今天怎么这么漂亮？一个哑巴跑这里干什么？丢人现眼！你赶紧去管管他，别闹出什么笑话，影响我们安氏的形象。清晨，星辰应该是生气了，我们都是女孩子，好沟通。我去帮你劝劝。辛苦你了，雨。温星辰，你今天好漂亮啊！哦，不好意思啊，我忘了，你好像听不到。其实那天晚上根本没有想吃，我也没有想到你们两个人会真的分手。温星辰，你还真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啊！像你这样的先天性龙女待在明仙身边，就是时时刻刻在提醒他最不堪的样子。温星辰，你就这眼神气，真以为你嫁进安家就能变成凤凰？我劝你，你最好还是赶紧离开在我们面前，听到了吗？只要你答应我离开明轩，我就送你出国，给你这个残疾一个美好的下半生。好大的口气！好大的口气！放肆！你是谁？竟然让我的人消失？我，贾氏集团千金，刚接手公司业务，任务呢是将贾氏换。就是靠着星月注资活着的贾氏。想让我的清晨丫头后半生衣食无忧，就是掏空了你们的贾家也还不够。你谁啊你？哦，温星辰，你离开梅轩之后这么饥不择食啊？他这一身的老人味儿，你受得了？放肆！你是嫌贾氏活得太长了吧？臭老头子说什么呢？感谢各位贵宾来参加谢老先生的寿宴。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开场的第一项祝寿献歌环节。有没有自告奋勇的？这么漂亮的姑娘，唱歌一定很好听吧？是啊是啊，好期待呀！好，下面有请他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唱，掌声有请。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傻瓜。也好，早点让明轩认清这个女人，只会让他蒙羞。清晨，今天是谢董事长的寿宴，不要闹了，快给我下来！他要丢人，让他一个人去丢，就说他只会影响你的前程，让你早点跟他分手，你偏不听。大胆的做对。终于找到借头，
趁着醉意上心。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我们相爱了，我以为他会是我最后的归宿，直到他情谊成功。要是你不是天生聋哑，不是孤女，该有多好！我们都有错。这丫头到底经历了什么？清晨唱的太棒了。好，未来会更好的啊！文清晨，你什么时候恢复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文清晨，你这是……明轩，怪不得清晨不愿意跟你复合，原来清晨，他这年纪都能当你爷爷了吧？你怎么能这么不自爱呢？文清晨，本以为你只是身世差。没想到你还这么不知检点，赶紧离我们明轩远点。我们明轩将来可是要配谢大小姐的。配谢大小姐，你儿子还远不够资格。你个老东西，管好你的小情人得了，插什么嘴？你说，你来这儿到底是干什么？你和这个老头到底是什么关系？给我松开他！你就是欺负清晨的那个小子啊！你还跟他抱怨我们欺负你？温清晨啊，温清晨，我算是看透了，你就这么没底线？你跟我分手，就是为了这个老头是吧？你现在知道妈的良苦用心了吧？这结婚呢要讲究个门当户对，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啊，没有错。我奉劝你们几个注意你们说话的分寸，否则的话，别怪我不客气，叫人把你们给轰出去。你算什么东西啊？还让人把我们轰出去？真以为这是你的地盘啊？老东西，你别不识好歹，这可是谢董事长的寿宴，容不得你们这对不知廉耻的狗男女在这里放。谢董事长，宴会要开始，请您上台主持。谢董事长，一刻开始，我谢氏全面取消基于贾氏的一切投资，同时解除与安氏的一切合作。另外，在场的各位，如若有谁胆敢私入贾氏与安氏，将被我谢氏列入永不合作的名列。这贾家千金胡乱造谣，出言不逊，我李家解除和贾家的合约。这安家胆大妄为，不识真龙，我陈家取消和安家的合作。谢董事长，谢董事长，不要啊！一旦取消注资，我们贾氏集团就完了。谢董事长，谢了，我们安家好歹在军权有一席之地，你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就放弃与我们安家的合作呀！哼，一个女人，清晨可不是一般的女人，你们欺负她就是同我谢氏作对，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把他们给我拖下去，省得在这碍眼。不要！金晨，我求你劝劝谢董事长，没有现在的注资，贾氏集团就毁在我手上了。金晨，别管了，我让你们都别管了。金晨，我求你了，诸位，
一场闹剧不足挂齿，也会继续。你干什么？你放开我！温清晨啊，温清晨，我还真是小看你了。我原本以为你只是闹闹情绪，没想到你是傍上了大腿的。李轩，做一个合格的前任有那么难吗？有病就去治，不要来打扰我。放开我！你想做什么你？清晨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你以后不要纠缠他。我有的是办法。为什么你恢复了不早点告诉我？为什么你要离开我？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本那个时候我为了鼓励你，为了让你有信心活下去，我就让自己装成一个聋哑人，在你身边整整陪了你5年，整整5年。可是到后来我才发现，我的真心变成了你最拿不出手的东西。你给我让开！清晨，走吧，咱们上车。爷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你的偶像 Alex 啊，已经来到了京都，怎么样？想去吗？Alex 可是世界排名第1的音乐家，他的票应该很难。我孙女想去哪儿，还用得了要票啊？一会儿啊，我给他们打声招呼就好喽。还是外公对我最好。骗子！臭小子，都是你把温清晨这个灾星带来祸害我安家的。现在星月对安氏实施打压，我安家就要败在你手里了。啊，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办好。李轩，我求你救救贾氏。新月集团一旦停止注册，贾氏就完了。好一个谢董事长，居然为了一个女人。都怪温清晨那个贱。我们可以找谢大小姐帮忙。她外公被一个女人玩得团团转，我就不信她不管。你认识谢大小姐？听说国际巨星 Alex 最近要开一个个人独奏会，谢大小姐也会来参加。或许我们可以去碰碰运气。但 Alex 的演出向来一片狼藉，即使动用我安家所有资源，也未必能买得。我有个朋友是 Alex 的助理，他可以帮我们。接过一下。不好意思，今天 Alex 举办个人独奏会，没有入场券，不得进入。那我们当然有了，请进，谢谢。这次多亏了贾小姐，我们安家就需要贾小姐这样的贤内助，而不是那位毫无用处的哑女。安嬷嬷，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这位小姐，请出示入场券。外公不是说直接进吗？温清晨，你不都成为谢老夫人了吗？怎么连 Alex 个人舞会的入场券都要不到？看来你对谢董事长也没有那么啊！需要我帮你预定一张吗？一个电话的事。你也太小瞧人了，自甘堕落，不用管他。温清晨，做人呢要有自知之明，这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没有入场券，请赶紧离开。
不好意思，我没有入场券。带我。没入场券就滚一边去，我们都等着排队呢。这可是 Alex 的舞会，一般人都进不了，你还想白嫖，真是不要脸。不好意思。不需要入场券。温小姐，抱歉，我来晚了。他的确没有入场券，因为温小姐是我亲自邀请的。你们还有什么要问？问我。Alex， 不敢。小姐，我们确实不了解情况，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影响您参加舞会的心情。没事。这女的居然跟 Alex 认识啊？岂止认识，你看 Alex 维护她那样子，女朋友吧？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温庆辰被安明轩睡了5年，刚被甩就勾搭上 Alex， 怎么可能？他哪里配？你早该知道他的真面目了吧？没事吧？没事 ，Alex， 谢谢你帮我解围。不，是我没有提前安排好。Alex 你好，听说今天这场宴会有谢家大小姐参加，您能否帮我引荐一下？我就是一破跳舞的，哪有资格引荐你们？想认识谢家大小姐，就进去碰碰运气。Alex， 您的身份何等尊贵，怎么会没有资格呢？一定是温清晨在使唤。清晨，我们走吧。真是走到哪儿都晦气啊！我也这么觉得。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你以为别人不知道你的真面目，你就可以每天过去重新开始吗？我告诉你，你永远都只是一个不入流的下三滥，无论怎样都抹不掉你身上的穷酸臭。贾小姐，以前我不跟你计较，你就该谢天谢地。我警告，别再凑上来找我。你说什么？你敢警告我？我是贾家的大小姐，你算什么东西？你离开谢振廷那个死老头子，你屁都不是。贾家大小姐离开了谢氏的注资，安氏和贾氏一定过得很自在吧？任清晨，你别得意的太早了，你怕是忘了你以前多不要脸吧？为了待在明轩身边，故意装成一个哑巴，到头来不还是被嫌弃啊？任清晨，你怕是不知道吧？明轩为了来找我，不知道给你搪塞了多少。在他心中，我才是最大的男人。贾小姐，以前我不是不要脸，而是眼瞎。你要再敢提以前，我可就真要开手。你以为我会怕你啊？有本事你就……这是你自找的。星辰，你居然想泼我！不是要找谢家大小姐吗？正主就在你眼前，怎么认不出来？你说你是谢家大小姐？你疯了吧？谢家大小姐是何等珍贵，就你一个乡巴佬。嘿，信不信随你。我现在请你让。我警告过你，要是再敢来惹我，就该付出相应。清晨，清晨，安总有事儿。清晨，明轩，你怎么这么狼狈啊？我知道清晨和谢董事长关系好，想着他肯定认识谢大小姐，想让他帮忙引荐一下的，可结果就是这样了。清晨，安总不必着急教育，是他自讨苦吃。
行了，赶紧收拾收拾，别让人看笑话。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个人舞会，当然还要感谢我们的主办方代表谢家大小姐的出席。不知是否有幸能邀请这位美丽的小姐跳一支舞？人家正主马上就要出来了，看来某些人要现原形了。奇怪，这个背影怎么这么像温清晨啊？我的天啊！谢家千金不仅身世好，还那么会跳舞，和 Alex 真是天生的一对啊！Alex 来京都不会就是因为谢大小姐吧？真是托了谢大小姐的福。他们虽然举止亲密，可是精湛的舞姿让你又感觉不到任何色欲，完全就是高级的艺术氛围，简直太绝了！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怎么那么像温清晨？这些东西就知道喜欢那个人。清晨听也听不懂，跳舞啊！下面请谢家大小姐谢礼致辞。温清晨，哦，原来就是他呀！怪不得之前 Alex 替他解围呢，原来他就是谢家千金啊！我当时就觉得他气质不凡，现在看来确实是我有眼无珠了。谢家本就是主办方，他来肯定不需要入场券。糟了，如果温清晨真是谢家大小姐，那我们岂不是完了？难道温清晨真的是谢家大小姐？温清晨，你竟然是谢家大小姐，你究竟还骗我什么？明轩，你干什么？你弄疼我了！这位先生，我向你服务。温小姐是我亲戚，不是谢家小姐。我就说嘛，温清晨怎么可能是谢家大小姐？厂长，韩明轩，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们已经分手。温清晨。我现在还有点事情要处理，你先过去吧。我知道你喜欢贾琏那样身世好、能给你长眼的女人，但我不是。现在我们已经分手了，就请各位好。个子很好，我看你是自甘堕落，怎么有了第一个还要第二个？你是老少通吃。一点羞耻心都没有是吧？你什么意思？刚才那个 Alex， 你不是跟他有一腿吗？不然他凭什么帮你？韩明轩，我温清晨在里，你就那么不堪吗？韩明轩，我温清晨在里，你就那么不堪吗？你给我听好，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我的清白，尤其是你。希望你以后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
真的是我看错了。清晨，快坐。我的乖孙女啊，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是不是谁欺负你了？Alex 给我都说了，那个混账小子他也在，我是真不知道啊，否则的话，我说什么也不可能让你来的呀。不过温小姐为什么不直接亮明身份？这样一来，谁敢惹你啊？我之所以不坦白我的身份，是因为安家要是知道了，肯定会追着我。我不想把自己陷在情境里。原来如此。明轩，安嬷嬷，这次没能见到谢大小姐，可真是可惜啊。不急，谢家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举办一场慈善拍卖会。谢大小姐作为谢家唯一的继承人，一定会出席的。到时候你们想办法讨得谢大小姐的欢心。安嬷嬷，我们一定会的。不过我还真是羡慕清晨啊，刚和明轩分手，就有谢董事长和 Alex 这样的男人为之倾倒，我还真是自愧不如。哼，那个孤女一看就不是个省油的兵，你们都离她远点，免得沾上了晦气。行了，别再提他了，让我一个人静静吧。嘿嘿嘿嘿，傻丫头，怎么了？这是还是这么不开心呐？啊？我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在一起这么久，他却这么不了解我。算了，反正以后跟他也不会有什么联系。你能走出来就很好嘛。啊，像他那种混账小子，不值得你去为他伤心啊。哦。对了，今晚呢是谢家1年1度的慈善拍卖会，你好好的打扮打扮，今晚呢同我一起出席啊。啊，可是谢家的慈善拍卖会声势浩大，我怕给您丢脸。哎呀，傻丫头，你怕什么？等你日后当上了星月集团的总裁，这样的机会少不了。正好啊，今天晚上借此机会，你也好好的熟悉熟悉啊。总裁，可我没学过，能行？有外公在，你什么都不用怕啊！好，既然外公这么说了，那我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好。让一让，谢会。哇！真不愧是首富谢家主持的拍卖会，这也太豪华了吧！这次的会议非常重要，是我们唯一能见到谢家大小姐的机会，千万不要碰它。放心吧，明轩，我心里有数。今天怎么穿这么漂亮？我想死你了！妍妍，衣服太紧了，抱歉，没弄疼你吧？没有。等等，你咋突然开口说话了？妍妍，我应该早点跟你说的，我其实……原来你都是因为那个死渣男才装聋哑人的。这死渣男，我们青城这么好，他都不懂得珍惜。不过没关系，一切都过去了。咱们今天好好庆祝你认清渣男，脱离苦海。这位小姐，可以交一个朋友吗？不好意思。哎，明轩，那不是清晨吗？清晨。清晨，这界外集团公子条件不错，考虑一下。妍妍，你要再这样说，我可就真生气了。
我接个电话。喝一个嘛。看来清晨在离开你之后，好像很什么一样。清晨，我还以为是我误会了你，难道你就这么不担心吗？明轩，你果然还是对他念念不忘。清晨，你怎么也在这儿啊？今天穿的倒是人模狗样的嘛，不过依旧掩盖不了你身上的恶臭。喂，你别走啊！你说你也真是的，怎么这么不在？都已经有了谢董事长和 Alex， 还跑到这里来勾搭其他男人啊？你们先聊啊，我还有事儿。你在说什么？我说什么你听不懂啊？那你就好好看看。喂，大家都来看看呀！这个女人年纪轻轻的就知道靠手段上位，就连南城首富谢董事长都拜倒于她的石榴裙下。啊，这个女人原来是个不择手段的贱货啊！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背地里却如此水性杨花。据说那谢董事长身价无人能比，但毕竟是个老头，不知道在那方面还行不行呢？贾丽，造谣仅凭一张嘴就够，但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贾丽，造谣仅凭一张嘴就够，但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清晨，我知道你不想让大家知道你的那些私生活混乱，可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我一个人劝不住，所以只好请大家帮忙了。啊，喏，如果你缺钱的话，我可以给你，以后千万不要因为钱拒绝。给我拿开！看看这位小姐多心善呀，赶紧把钱拿了走吧。就是，我们可不要给水性杨花的人待在一起。你们别太过分！你玩不过我的。丽丽，你没事吧？明轩，我刚才只是想劝诫一下清晨，让他不要染到外面那些不干不净的脏病，可是他好像并不领情。温清晨，闹够了没有？这么多人看着，赶紧给丽丽道歉，别让他们看笑话。我看闹笑话的是你，明轩，你有什么资格？明轩，我没事儿，你还是不要为难他了。温清晨，让你道一次歉成就什么？看看人家贾小姐多么善解人意呀！就是呀，还不赶紧给人道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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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呀！道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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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道，但我希望你和你的丽丽永远滚出我的视线，不要再来打扰我。对不起，混账！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造谣清晨丫头！温清晨乃我谢之庭唯一的继承人，今天是哪位在这里造谣生事呢？什么？唯一的继承人？难道她是谢家刚找到的外孙女？是不是我们误会她了？谢家的外孙女？我的清晨丫头啊，真是让你受委屈了啊！果然，你的救兵还是来了。我上次已经警告过你们，没想到你们还变本加厉。好，很好啊，那就甭怪我不客气了。来人，把他们给我拖下去，把他们的师祖从南城统统除灭。等等，慈善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不用为了我误了时间。他们对你，谢家的慈善事业还需要这些人的帮衬，我自有分寸。好吧，听你的，你们都听好了，这一次饶过了你们，绝不允许有下次。我再有下次的话，人甭想在南城活下去了。现在呢，我还有个会议要召开，
这里就交给你了啊。哦，对了，青晨呐，这副手镯你还记得吗？这是妈妈的镯子，小时候家里条件艰苦，妈妈就把它卖了。这是你外婆当年传给你妈妈的。你妈妈跟着你爸远赴他乡，也没有留下点什么，幸好有人将它又卖回了咱们家的拍卖行。现在你保管好它吧。哟，某些人还真是爱慕虚荣啊！一块小小的镯子就把你拿捏了，一块小小的镯子就把你拿捏了。贾小姐，你可别乱说话了。谢董事长明显对这位小姐不一般，八成呀，她就是谢大小姐。你胡说什么呢？她之前可是亲口承认过，她根本不是谢家的大小姐，她就是谢董事长的情妇。倒也是，要真是谢大小姐，为何不大大方方承认呢？温清晨，这就是你陪睡的人，你想要？明轩，你没事吧？温清晨，你疯了！他口无遮拦，你不要以为谢董事长护着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告诉你，如果我把这些尸体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谢大小姐，我看你怎么办。好啊，那你大可以去报，我也不知。算了，丽丽，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谢家大小姐。喂妈，我还是没能拉近与谢家的关系，对不起啊。肯定就是温清晨那个贱丫头，在谢董事长面前吹乱了边风。爸爸，过几日就是我的生日宴，你把地址定在谢家旗下的新丽酒店，届时我会亲自邀请谢家出席。安总太帅了吧，不愧是人间理想啊，难怪这贾家千金啊对他如此痴迷啊！是那个快破产的贾家，安总出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现在安总回来了，他也屁颠颠跟回来了，真是恶心。奇怪，我的位置呢？贾小姐，别找了，你的位置在后面呢。什么？凭什么？你家都快破产了，坐后面不是很正常吗？一定又是温清晨在搞鬼，一定又是温清晨在搞鬼。明轩，我从来没有坐过后排，要不你和主办方说一下，通融呗。可是这场宴会的主办方是谢家，要不你就将就一下。我不。哎，行了，丽丽，一个座位而已，大家都卡着呢，赶紧回去坐。不是。谢董事长怎么到现在都没出现？不会不来了吧？你不知道吗？谢董事长刚刚是来了，可是又走了，他好像让温小姐带他出席了。温清晨，你替他出席，不就等于昭告天下你是他的人吗？你去哪？怎么这么晚才来？我去谈了个恋爱。欢迎诸位来到本次慈善拍卖会。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一件拍品，来自宋代的一件顶级文物——写意山水画，起拍价100万。这个好，刚好阿姨要过生日了，拍下来送给她，增加一下好印象。复制品，这个真迹还在妈的书房里挂着。150万，200万，300万，400万，500万，500万。清晨，你哪来这么多钱啊？短短跟你解释。但这也只是个复制品，你干嘛拍这个？做慈善吗？阳光怎么跟我一起？600万，700万，800万，900万，1000万。这才第一个拍品，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脑子坏掉了。既然他喜欢，那我就不拍了。1000万1次，1000万2次，1000万3次，1000万成交！恭喜贾氏集团贾小姐喜提名画。跟我争，无论是拍品还是男人，都赢不过。奇怪，这贾小姐不是快破产了吗？怎么还这么有钱啊？不管他有没有钱，反正他脑子有问题，这画不值这个价，太傻了。温清晨，你敢故意把价格提高来耍我？看来得找机会给你点颜色瞧瞧。下面这件拍品意义非凡，元青花双鱼戏水，底价3000万，现在开始竞拍。这件不错，稀世珍品，最近惹怒母亲不少，送的正合适。清晨，这件好，拍这个。我也觉得，外公应该喜欢。6000万。6000万，这谢家的钱，你认得到试试？7000万。7500万。8000万。温清晨，谢董事长对你还真是大方。安明轩，你是故意跟我作对的吗？8000万第一次，8000万第二次，8000万恭喜本件藏品被星月集团所得。我先去下洗手间。好。袁清晨，你怎么在这？追我之前还以为我误解你，没想到你这么不知廉耻，为了钱连自己身体都不出卖呀！明轩，你放手，你不要说你跟谢董事长是不是早就在一起？分开是不是也是问题？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了800遍了，你还是不明白。我们分开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只是因为不爱。我不信，曾经的我们多么的好，怎么可能说不爱就不爱了？我不信。你非要我把话说的那么明白吗？安明轩，明明是你自己觉得我配不上你，既然你这么纠结，那我何必不成全？安明轩，你走吧，老子结束。轩，你何曾为了我而如此试探？清晨，你这个贱人！怎么？你们是串通好了吗？接二连三的，就连我上个洗手间都不让。冷个嘴！这不是谢董事长送给你的礼物吗？这么，还给我！我直接让人砸了。贾丽。对不起，妈妈，是我没保护好你的镯子。贾丽，你为了污蔑我，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那就别怪我反击了。帮我调查一下贾丽。
我！怎么弄成这样？刚才我在厕所碰到了清晨，我本来主动跟他打招呼，却一不小心摔碎了他的镯子。可是他无论怎么样都不愿意原谅我。是。温京晨，是你做的吗？肯定有什么误会。清晨他不会这么做，也不屑于这么做。不是他干的还能有谁？我们总不能拿刀自己割自己吧？明轩，你知道的，我最怕朋友。温京晨，我问是你做的吗？是我做的。你想报仇吗？我再问你一次，是你做的吗？明轩，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都已经承认了，你为什么还要反复认证呢？温京晨，给丽丽道歉。你敢打我？你居然敢打我！打你是因为你欠抽，这一巴掌是替我天上的母亲打的，因为你摔的是她的镯子，你有什么就冲我们摔她的东西，算什么能力？你胡说！大家分明都看到了，那枚镯子就是你的亲生血统，是他送给你的，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都给我听好了，我温清晨从今往后与贾丽势不两立，若有失言，如同此镯。清晨，你的手流血了，不碍事，帮我包起来。我送你去医院。温清晨，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没给丽丽道歉？不是这个姐姐干的，不是她，不是她，哪来的野小孩？当时洗手间只有我们2个人，不是他干的还能有谁？哥哥，真的不是这个美女姐姐干的。你为什么这么说呀？当时我也在洗手间里，我看到了。我看到她和美女姐姐吵架，姐姐想走，她不让姐姐走，还把姐姐的镯子硬扯下来，然后镯子被摔碎，她就大喊大叫的跑了出去。但美女姐姐真的没有碰这个姐姐，我看得很清楚。明轩，她就是一个小孩子，说不定看错了吗？看错了，人家小妹妹条理清晰，讲得很明确。她根本就没伤你，对吧？所以一直都是你在污蔑她。不是我。明轩，我有话问你。现在身体不太舒服，有什么话还是等我好了再说吧。有些话我今天必须问清楚。明轩，你这是在怀疑是我栽赃陷害温清晨？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我吗？小孩不会撒谎，他说温清晨根本就没有碰我没有，不是我。你一个千金，竟然干出这种事，真是。明轩，明轩，清晨，都是你这个贱人害的，都是你认识了这么久的人，我都未曾看清你，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也许身份不是一切，别人的看法也没有那么重要。可清晨，你跟谢董事长的关系……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清晨，你就这么不想跟我联系吗？
怎么了，渣男？有事吗？舒小姐，清晨吧，对他有话。不好意思，清晨现在没空。那他什么时候会有空？对你，他什么时候都没空。舒小姐，你这个人怎么变来变去的？现在会哭着找清晨了？我告诉你啊，没门儿！清晨不在我这儿，有本事自己找去。温清晨，我还就不信我找不到你。亏是总裁办公室的椅子，和别的就是不一样。清晨啊，只要你喜欢，回头我让人多给你备几张啊。不用，一张就够。好，那以后啊，这星月集团就要慢慢的转交到你的手里了。外公，你放心吧。关于星月集团周年庆的事儿，我已经在准备了，争取不让外公失望。好啊。哎，安总，没有预约，不能进去。谢董事长，之前鄙人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想亲自来赔礼道歉，并且假母几日后将举行生日宴，诚邀您能来参加。是安明轩。小伙子，我这边正忙着呢，没时间，你回去吧。文清晨，你怎么在这？你是星月集团的总裁？你是星月集团的总裁？我还不知道安总有喜欢擅闯别人办公室的习惯。小伙子，我家丫头已经同你分手了。至于她在哪里和是不是星月集团的总裁，跟你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温清晨啊，温清晨，现在你开始接受星月集团，以后你是不是要接受谢家的一切了？我现在没心情跟你吵架。谢董事长，家母将于几日后在星月酒店举行生日宴，这是邀请函，诚邀您能来参加。至于能不能去，那得看清晨的意思。温清晨，这件事有关星月与我们安氏的合作，恳请你们能来参加。知道了，东西放下，出去吧。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把我来了？这不是一个合格的情人应该做的。哎呀，人家把生日宴都开到咱们家酒店里来了，看来呀，人家是真心想邀请咱们过去啊。我看了安氏近几年的发展，还是很不错的。去会会他们，又何尝不可呢？好，很有你外公我当年的风范呐。既然过去，那就把双鱼、戏水、青花瓷也一并带过去啊。那可是我为您准备的。哎呀，以后你为外公准备的机会多着呢。你不是说安家也喜欢吗？哎，带过去，让他们也开开眼啊。丽丽，今天可真好看，这些事情出来秒杀全场。丽丽，今天打算送给轩妈妈什么呀？我啊，准备的可是一个宋代的宝贝，花了上千万呢。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咱们明轩真是幸福啊！竟有温庆辰这个小矮娃深情相待，会有咱们丽丽这么上心，简直羡慕嫉妒恨呢。温清晨，他是什么身份出现在这里的？没想到这温清晨变化这么大，她以前就是纯真小女孩，现在整个人一副生人勿扰的状态。哎，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谁知道他之前的模样是不是装出来的？不然也不会刚离开明轩就跑去当主上情人。好了，明轩，你来了。温清晨是我邀请过来的。
可是你不是和他分手了吗？他现在是星月集团的总裁。我靠，真的假的？这谢老爷子真是精虫上脑啊！自己打拼了一辈子，到头来把心血交给自己的情妇打理，温清晨凭什么呀？真是老糊涂了。谢家的事咱们就别说三道四了。我妈快来了，咱们都放尊重。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比子的生日宴，希望大家能玩得开心，玩得舒畅。这谢董事长怎么还没来？你确定是邀请他了吗？亲自把信送到他手上了，要不我再去催一催。罢了，他想来自然会来，我们去催也不像话。妈，今天是您的大日子，要不咱们先看个礼物？也好。阿姨，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啊？什么礼物？我知道你喜欢收藏古画，所以特意从拍卖会上拍下了宋代真迹来给您贺寿。宋代真迹有点意思啊。有心了。这确定是宋代真迹？莫不是仿的吧？怎么可能？这可是我花1000万从谢家的慈善会拍来的，怎么可能是赝品？1000万？这幅画最多值100万，而且谢家慈善拍卖会不可能有赝品，你这分明就是拙劣的仿品。怎么可能？文清晨，你来说，当时你是不是也想拍下这幅画？若真的是仿品的话，你又怎么可能会想跟我争？我知道了，是你们2个人联合起来一起搞我，想让我当众出丑。文清晨，一定是你诱导我，不然我怎么可能花1000万拍下这个仿品？乱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我和这位小姐可不是一伙，而且你这幅画，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仿品。自己不识货就别冤枉好人。你胡说，我才没有不识货。就算不是你们2个人联合起来，那肯定也是温清晨诱导我，要不然的话，我怎么可能花1000万买下这个破烂？你们不信我的话，总不可能不信明轩的吧？诱导？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诱导过你？如果你真的想要这幅画，为什么最后不跟我争了？我看你根本不是想要这幅画，你就是故意坑我的。我在慈善拍卖会上确实出价了不假，但我只是一心想为慈善事业做贡献，绝无二心。可我看你这么喜欢这幅画，所以我就放弃了竞拍。贾小姐，我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你要说这种话。如果你实在过意不去，那我可以出钱把这幅画买下来当补偿你，觉得呢？那我可以出钱把这幅画买下来当补偿你，可以吗？不是，胡说什么呢，文清晨，这幅画。你平常深居简出的，不经常去这种场所，不懂也很正常。妈，我相信丽丽的本意还是好的。丽丽，这件事情算了。温小姐，那我请问你又给安伯母带来什么礼物啊？该不会空手来的吧？当然不会，我也有礼物要送给阿姨。温小姐，好心提醒你一句啊，如果礼物实在拿不出手，干脆就别送，免得丢人。这份礼物，阿姨你一定会喜欢。拿过来。我这次来是代表谢董事长来的，这是谢董事长送您的礼物。真是好货。既然如此，那安某就多谢了。你和谢董事长关系不一般，想必谢你也是可以的。我和谢董事长是什么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星月集团现在的总裁。你谢我自然是应该的。什么？你现在变成星月集团的总裁了？哎呀，真是没想到，庆成你这么有本事。我看谢家很快就成你的了。那这份礼物安某就收下了，感谢温总和谢董事长，还望温总以后多多考虑和安氏的合作，实现共赢。你放心，在工作上我自然是严谨的，我不会和人品有问题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阿姨，他这话明眼人懂的都懂，他的意思是说人家现在地位高，我们这些人都比不上，你说是吧，清晨？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清晨，你没事吧？你们少在这给我惺惺作态，记住你今天的事情。
喂，威严，帮我处理一个人，条件你出。时间、地点。新月酒店走廊，就现在。温清晨，既然你不肯自己消失，那就让我再帮你一把。对不起，大小姐，我们来晚了。果然是你，认识。我不仅认识你，我还知道是谁派你来。宋雨薇，没错。你不要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贾丽打碎我妈遗物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发现你和她有染。不过那些事情不足以让她生闷。没想到她自己这么快就送上门了。你们之间的恩怨我不掺和，我只负责收钱办事儿。正是因为有了你的出现，才让我和他之间有了了结。如果你想要活命，这必须得报，当然会有报酬，会有报酬。哦，怎么不信我很有钱吗？不然这些人为什么这么不听我的话？因为我是守护谢家唯一的继承者。这样，我拿，你说，你只需要陈述我受重伤已经被你带走这事。记住，别耍横，否则后果自负。哼，这样最好，死了反倒便宜他了，没留下什么痕迹吧？放心，很干净。那就好，500万我稍后打给你。至于温清晨，找你了。演得不错，不过你还需要配合我办一件事儿。事成之后，这2000万就是你的。大家安静一下啊！刚刚接到通知，星月集团周年庆和安氏寿宴发生了时间冲突。星月集团为了周年庆能顺利的进行下去，决定高价赔偿安氏，并且诚信的邀请在座的各位一同继续参加稍后的周年庆。大家意下如何？那好啊，我同意。妈，你怎么能同意呢？这也太欺负人了吧！懂不懂先来后到？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为何要在谢家酒楼举办生日宴？不就是为了要巴结谢家吗？往年谢家周年庆从未对外公开过，各地商业大佬挤破头都想进来。确实啊，谢家的周年庆要是和安伯母的生日宴同时举行，那谢董事长一定会出席，这正如了你们安家的愿。那这么说的话，我们能参加新月集团的周年庆，都是托了安伯母的福啊。谢家愿意让我们参加周年庆，这是对安氏的认可。要不是之前因为温清晨这个扫把星发生了那么多意外，导致谢氏对安氏的不满，安氏的发展应该会更快。来了，新月集团的主题周年庆。欢迎各位来到新月集团周年庆的现场。贱人不是被宋薇带走了吗？怎么还毫发无损的站在这里啊？哎，那不是打脸贾家千金的那个女人吗？好美啊！是啊，不过她到底是谢家哪号人物啊？谢董事长好像很重视她呀。哎，你们大家看，这温大小姐是不是有一副谢家当家主母的姿态啊？难怪她要和明轩分手了，跑到谢家去。等谢董事长长眠了，她自己还有大把的时光，到时候谢家的一切不就都是她一个人的了？行了，今天是新月的宴会，谢董事长是一定会参加的。
咱们要是再惹怒谢董事长，谁都没有好下场。怕什么？说不定这谢董事长巴不得别人知道他有个情妇呢，显得他老当益壮。温大小姐，哦不，现在应该叫您温总。你说这谢董事长还真是够宠人的，这么大的周年庆活动都交由你来主持，可见温总手段不一般啊！可见温总手段不一般啊！听这话，她好像是谢董事长的情妇啊！这么重要的场合，谢家竟然派个情妇来主持，这不是羞辱我们吗？但是看她的气质，不像是那种为了钱就是出去卖的女人。要是贾家千金，说话没大没小。你，实话告诉你们吧，这个女人就是一个天生孤女，从小无父无母，缺乏教育，年纪轻轻的就懂得靠手段上位，真是令人唏嘘。张口闭口就情妇的，我的身份可是你们随意编造的。今天我是以星月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在此举办周年庆，若是各位有什么异议，可以现在立刻离开。星月集团将会重新考虑和各位的合作。温清晨，你的总裁身份无任何考察期空降而来，谁知道是不是谢董事长为了偏宠你，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送给你？你还真以为是自己靠实力得来的？我建议大家应该联合起来抵制这个情妇，抵制谢家。抵制情妇！抵制情妇！来人啊！还不快点把这个情妇抓起来！住手！我看谁敢在这里闹事！清晨，刚才就是你们对我外孙女出言不逊的吗？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跟我在一起5年，你为什么要向我隐瞒身份？我并非是要刻意隐瞒，我确实是孤女身份没错，但是外公这些年一直没有放弃找我，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不过，我后来决定隐瞒身份，只是不想惹起不必要的麻烦，也是为了跟你好聚好散。温清晨，就算你是谢家的千金大小姐又怎样？你能抹去你对明轩的那些伤害吗？你曾经让她在那么多人面前都抬不起头。闭嘴！我再警告你一次，不要把我的修养当做你蹬鼻子上脸的借口，否则我会让你重新认识一下宋薇。怎么了？难不成宋薇是你什么人呢？怎么吓成这样？我不知道宋薇这个名字，我没有听过。你少在这胡言乱语。依我看，欺骗安明轩感情的是你才对。怎么回事？停电了，还是电子屏坏了？天哪，这是什么呀？我看着电子屏上的照片，怎么这么像贾家的千金呢？好像是。贾小姐平时斯斯文文的，居然还有这副面孔。这是谁 P 的照片？快点给我关掉，把屏幕关掉！关掉？干嘛关掉？丽丽难道不喜欢吗？你居然敢背叛我！贾丽，你一边和我激情似火，一边又对安明轩见痴心，你可真假呀！你是哪来的流氓？你少在这造谣诽谤！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贾氏的千金大小姐。贾氏千金，别以为我不知道贾氏即将完蛋。你答应我的钱，钱呢？我的丈夫伤对着你。呀！啊！坏人！求求你救我！你帮帮我！不知道是从哪来的野男人，他污蔑我的清白，明轩。
污蔑你清白，咱们两个来来回回多少次，数得过来吗你？污蔑我，诽谤我，你信不信我告你报警抓你？告啊！你去告啊！你把我告了，我就把另一件事抖出来，咱们来个鱼死网破。小丽，没想到你单纯的外表下，竟然是这副样子。不是，明轩，你别信，他不是这样的，明轩。你赖我没想到你是把第一件。曾经我为了你伤害了多少次星辰？假离送回是吗？你们要干什么？以你买凶杀人罪正式逮捕你，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都将作为呈堂证供。什么？买凶杀人？你们杀的是谁？他买凶杀我。李雪，快帮丽丽说句好话吧！大家这么多年的朋友，你不会真的看着丽丽进去吧？你们刚才没听到吗？他现在都敢买凶杀人了，这样恶毒的人，简直就是罪不可恕。想不到这个贾丽这么恶毒，之前送奖也是说签订就算了，现在还动了杀人的念头。就是啊，这些人看着人前人模狗样的，背地里不知道做什么坏事。我看到这几个兄弟也都不是什么善茬。诸位，今日是我外孙女温新辰首次主理星月集团的事务，没想到遇到了这样一场是非。万事开头难呐，正好今天我也借机宣布，我的外孙女温清晨明日起正式担任我星月集团的董事长。外公，清晨呐，我谢家的孩子啊，最是能干。星月集团交给你之后，外公我就可以卸甲归田喽。外公放心，我一定会把星月集团照顾好的。现在，请各位稍作休息，星月集团周年庆即将开始。清晨，我说过，我不需要你过来看我。清晨，如果你早一点告诉我你是谢老爷子的孙女，或许我们……或许是安总现在是知道了我的身份，追悔莫及。我一直都想追回你，不是因为你的身份。安明轩，你知不知道我当初为了维护你的尊严，将一个谎言持续了5年，可最后换来的是什么？是你的嫌弃和退缩。你从来就没有把我放在一个对等的位置上，你敢承认吗？清晨，如果我说我想从头来过，当做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们重新认识，我是安明轩，也只是安明轩，而你是那个善良果敢的温清晨，我们重新在一起，可以吗？安明轩，不觉得这些话说出来太轻松了吗？我们之间就像一面破碎的镜子，再怎么修复都没有办法回到之前的样子。清晨，对不起，时至今日我才意识到我错的有多离谱。那你觉得你错哪了？我错在不该听取谣言，我错在这些都不是重点。你从来就没有把我放在和你平等的位置上，这些才是让我死心的原因。你觉得一想起我，就会想起之前不好的经历，所以你想甩开我，可你又不想被迫骂名，所以你不得不强迫自己接受我。而我呢？我只能感恩戴德，满心满眼都是你，可凭什么？我不是非你不可，我们之间是平等的。清晨，我知道我错了，再给你一次机会，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不可能，我不会再和好。